应该可以了。好。今天想跟你们分享一本我最近在看对我非常有帮助的书，叫《10分钟冥想》。我自从看完它以后，就开始做冥想训练，对我整个人的心情还有状态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最明显的作用呢，就是我的睡眠变好了。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是有入睡障碍的，无论是白天睡得再少，拍摄再累，我一躺在床上就觉得脑子里面千军万马，怎么也睡不着。助眠的喷雾啊、香薰啊，反正各种各样的方法都试过，发现都没有用。但是自从最近开始做冥想以后，我发现我的入睡变得非常的顺畅，有时候我感觉我简直就是秒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我发现我的情绪变得很稳定。大家印象里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很温和的人，但其实我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还蛮暴躁的人，因为对自己和对别人的要求都很高。一旦事情没有朝着我想要的那个方向进展的话，我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有时候这个愤怒可能不是发泄在别人的身上，可能是以我自己搞死自己为前提的，但是这种自己消化其实长远的来看，对自己的心情、身体的影响都是不好的。自从我开始冥想以后，我已经可以比较平静的去面对这种焦虑和压力，所以我一定要把这本书分享给你们。不一定说看了书以后每个人都要去做冥想的训练，但是我相信在看的过程中，一定会对你们缓解焦虑、缓解压力是有帮助的。在开始推荐书之前，我想问一下你们理解的冥想到底是指什么？发呆、放空，让你自己静下心来。其实全部都是对的啊。对，作者也是意料到大家会有这样的疑问的。其实关于冥想是什么，冥想要怎么做可以带来什么，它是有很多流派的。但在这本书里，他没有把这件事搞得很复杂。它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叫“冥想是对心灵状态的抓拍”。我当时一听到这句话，我感觉哇，我马上就明白了。对于像我这样就是刚刚接触到冥想，然后想要了解怎么入门的人来说，它是很好的一个工具书。关于冥想训练具体要怎么做，我觉得这本书里有3个例子对我有那种开悟式的那种启发的。比如说第一个例子，如果你是刚接触冥想的话，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冥想要怎么做，那你就想象你自己呢是坐在一个路边，戴上眼罩，然后你会听到路边有很多车来车往。现在你想象一下，把眼罩摘掉，你第一次看清楚这条路，这条路呢就是你的心灵，而这些车子其实就是你的想法。当你摘下眼罩以后，发现所有的车是乱七八糟、横冲直撞。如果你下场去制止这些想法的产生，你的想法就会变得更加的混乱。只有当你坐下来，你真的去观察自己想法的时候，你可能会被自己吓一跳，因为你没想到，哦，原来我的心里是在想这些事。你会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念头？这个念头是怎么出现的？原来我有这样的想法，我要怎么去对待这个想法？它会让你对你产生的想法保持一种觉醒，就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冥想的训练其实就是你只要坐在路边观察这些车子车来车往就行了。第二个对我很有帮助的例子就是蓝色的天空，它是讲作者自己在冥想训练的过程中就是遇到了难题，因为很难让自己的心灵真正的平静下来，所以他就去问他的师傅说，我明明按照你的方法做，但是我发现就是我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呢，他的师傅呢就给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心灵是一片蔚蓝的天空，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会非常的平静？但是如果你难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天空布满了乌云。当飞机穿过云层飞上天的时候，哪怕你在云层下面看到的是乌云密布的天，但是当它越过云层的时候，天空都是蔚蓝的。其实天空一直都是蓝的，之所以会有乌云或者会有白云，是因为我们的心情变了。也就是说，无论我们做不做冥想的训练，蓝色的天空始终都在那里。而这个蓝色的天空就是我们的头脑空间，因为现在我们的脑子都太满了，我们的心灵都太忙了。通过每一天10分钟的冥想，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心里正在想什么，我们有什么情绪，然后经过一段时间，你可以更好的跟你自己的情绪，跟你周围的这个世界和平的相处。冥想不是需要努力去创造一种人为的心境，冥想不是努力把阴云赶走，而是搬一把椅子到花园里，坐看云卷云舒。无论我们周围的世界怎么样，无论你现在自己的情绪多差，但你始终知道你自己的心灵里是有一片蓝色天空的，是有一片澄澈的宁静的心灵空间。而冥想其实只是一个方法论，让你更好的找到这片天空，让你更好的体验这种安定感和安全感。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关于野马的例子。书里提出的方法论呢，就是要像训练野马那样去靠近自己的心灵。当你骑在马上，那个马完全不能被你驯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越想要驯服它，越拉紧那个绳索，它挣扎的就会越厉害。而有经验的驯马师是怎么样控制一匹野马呢？其实是让它自由的奔跑，然后呢，在它放松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收紧这个绳索。当你坐下来发现心灵非常繁忙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慢慢的、缓缓的
给他所需要的空间，让这个野马进入一个自然安定的空间，进入令他感觉到愉悦、自信、可以放松停留的时候。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冥想，那么心灵会非常的喜悦。所以他在一开始就说了，冥想不是让你变成一个不同的人，一个新的人，甚至不会让你变成更好的人，它只是关于觉醒训练的一种体验，让你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感受。当我们坐下来，当我们看到脑子里面有很多念头的时候，尤其是那些让我们产生不愉快的念头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很想要抗拒它，很想要摆脱它。自从开始冥想以后，我就不会再因为这些小事感到愤怒了。就比如说愤怒这种情绪，可能是在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有时候外卖晚到了1分钟，我们可能就会暴跳如雷，觉得干嘛呢？就是不是说好15分到吗？为什么16分呢还没到？然后就会很生气。但是其实真的晚1分钟、早1分钟有那么重要吗？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我会在这个时候退后一步，观察一下自己，为什么我会在这个时候愤怒？我真的有必要愤怒吗？大多数时候，这个答案就显而易见。当我们的心在当下的时候，当我们有觉醒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敏锐地对自己遇到的各种处境做出回应，而不是冲动反应。包括我刚才说的愤怒也好，悲伤也好，就是当你退后一步观察他们的时候，你可能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了，关于这本书就推荐到这里。当然，我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冥想高手、冥想专家。但至少通过这种微小的练习，可以让大家更好地感受到自己的情绪，跟当下的自己轻松的相处，获得一种稳定的、平静的心灵的力量。